掌机的外观在你选择一款掌机时会占多大的比重呢？情怀又是否可以让你坚定的非它不可呢？我们继续来看。EVA 初号机就是1号本 Max Player 第2次与它联名合作。上一次 EVA 联名 Max Player 2 Pro 凭借着炫酷的外观以及超高的完成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次1号本又拿出了自家相当优秀的 Windows 掌机产品飞行家 F1，与新世纪福音战士联名推出了飞行家 EVA 联名限定版。它不仅外观相当有战斗力，内在也有着 7840U 加 64G 加 4T 的豪华配置。好家伙，感觉随时都会开启暴走模式。我也很是担心 64G 加 4T 的配置会不会带来巨大的周边功耗。我们赶紧来一起体验一下吧。外观方面，熟悉新世纪福音战士的朋友应该会比较心动。全身由紫色包裹，有多处 EVA 元素覆盖，十字键与 YB 键以及上方音量键与电源键采用了绿色类金属涂层，扳机键与键键以及上方接口部分采用了紫色类金属涂层，加上 Select 与 Start 键的黄色点缀，好似由 EVA 初号机变身而来。两侧握把区域的紫透外壳下面若隐若现着不断变化颜色的新世纪福音战士英文 logo 以及 EVA 01初号机标识，配合摇杆 RGB 光圈，只能说太酷了，完全符合我对游戏机的想象。但是我呢不是 EVA 迷，我小时候喜欢奥特曼，啥时候能有个奥特曼联名？我想问问 EVA 迷们，你们觉得这款掌机外观是否符合你们的想象呢？新机的香气有点大。由于 EVA 联名版飞行家与飞行家 F1 属于同一系列，对于飞行家我在 F1 那期视频中有非常详细的测评介绍，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本期视频我会着重讲一讲二者不同的地方。正面这块窄边框屏幕为整机带来了颜值的提升，上下边框很窄，左右两侧黑边处有装饰点缀，视觉效果很棒。与 F1 相同，这是一块7英寸 1080p 分辨率 120赫兹刷新率的 IPS 屏，屏幕出厂自带贴膜，支持触控，但是触屏灵敏度稍微差点意思。屏幕亮度最高可达479尼特，色域覆盖与色域容积表现并非第一梯队，与 ROG 掌机比较接近，可以达到100%sRGB 的色域容积，并且调光方面在1/4000快门下可以做到全亮度不频闪，对眼睛比较友好。屏幕出厂片蓝，校色后观感不错，需要校色文件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屏幕实际观感，这里对比拯救者和 ROG。这里多聊一些，这是一块原生竖屏，不支持 AMD 可变刷新率技术。最近有很多人来问我，会因为这2点一直纠结。首先，这2点肯定是有比没有强，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这2点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感知。原生竖屏在个别游戏中设置分辨率、全屏、最小化以及 RSR 等操作可能需要多一些步骤，但也都可以正常游玩。我暂时还没有碰到原生横屏可以玩，但是竖屏不能玩的游戏。可变刷新率，我在频繁更换机器玩游戏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流畅度上的区别，只要游戏帧数达到了45帧左右，流畅度在掌机这块小屏幕上都不错。我不太了解可变刷新率技术，这个我一直以为是硬件层面的垂直同步。了解这项技术的朋友可以在弹幕或是评论区中分享一下。飞行家的音质表现我非常满意，凭借着 Harman 的加成，让它直接进入了第一梯队。扬声器位置位于机身底部两侧，实际音质表现我们让高手来过个招吧。接口部分与飞行家 F1 保持一致，这里给大家简单过一遍。整机拥有2个 USB-4 接口，一个 USB-A 接口，一个3.5毫米音频接口，一个麦克风开孔以及一个 TF 卡插槽。实测读写闪迪 1TB 黑卡速率如下。USB-4 接口可以外接显卡扩展坞，也支持100瓦供电，在开机状态下可以跑到80瓦左右，在低电量关机状态下充电功率可达38瓦左右。机器持握手感方面与飞行家 F1 也基本保持一致，它们是目前7英寸直板掌机行列体积最小的，甚至比6英寸的奥丁2还要窄一些，比 Switch Lite 宽上一点，跟 Legion Go 这只巨无霸比更是小巧可爱。
600克刚出头的重量，小巧扎实的机身，丰满的握把，使得它有着良好的持握感受。我认为它是可以排在真掌机这一行列的。按键、摇杆、肩键、扳机键控制起来都比较自然。不同的是，飞行家 F1外壳采用了类肤质材料，手感细腻温柔，而 EVA 采用了带有一定磨砂质感的塑料外壳，紫透部分的塑料要光滑一些，整体摸起来肯定没有类肤质舒适，但是硬质外壳与 EVA 气质更搭一些。另外，大家也可以放心的盘它，不需要担心外壳老化问题。按键方面与飞行家 F1也基本一致 ，ABXY 采用了导电硅胶按键，按压力度较轻，回弹偏弱，不是特别饱满的那种。十字键也使用了导电胶材质，弹性、段落感、回弹都比较饱满。搓着时可以触发键值，但是手感上没有段落感的反馈。用力按下某一方向不会连带其他方向。肩键使用了微动按键，按压力度很轻，声音柔和，整个区域都可以触发键值，上方反馈声音大一些。扳机采用了霍尔线性扳机，按压力度偏大，用力按到底不会有刺耳的撞击声音，细节好辨。整体调教比较不错，线性值变化均匀，仅在按压手段存在一点点虚位。摇杆使用了霍尔中号摇杆，手感顺滑，下压手感不错。摇杆调教方面，默认状态下在中心点与十字方向上都存在一点死区，刷了最新固件之后，死区会彻底消除，中心点与十字方向感受不到任何吸附。但中心点没有死区会导致摇杆不能回中，这个是正常现象，并且一般游戏中都会自带一点中心点死区。另外，官方还会继续优化固件，外圈依然采用画圆方案，整体调教已经非常不错了。除手柄按键之外，机身顶部还有2颗可以自定义的按键，机身正面还有一些功能按键。这些按键的功能以及官方的全面又好用的玩家中心与快车菜单，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 F1的视频，那期视频里我有详细介绍。值得一提的是，官方在控制中心中加入了陀螺仪的功能，机身内置的陀螺仪终于可以正常使用了，在 FPS 游戏中简直是如鱼得水。另外，官方的模拟鼠标功能还是不太好用，推荐用手柄伴侣。还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得来一个 EVA 专属皮肤啊？硬件方面 ，AMD 旗舰 DRU 7840U 64G LPDDR5X7500兆赫兹高频内存，读写速率很强的4T PCIe 4.0固态硬盘。性能方面，能给你的全都给你了。除此之外，它还拥有48瓦时电池以及 H220无线网卡。实际续航与性能表现后面为大家测试。性能方面，这里用28瓦 TTP 进行烤机测试，室温27.2摄氏度，在单烤 FPU 时 ，CPU 温度最终可以稳定在74.5摄氏度左右。此时在正常游玩距离，风扇噪音在43分贝左右，机身温度控制的也很好，双手持握区域不会有明显发热，长时间持握没有任何问题。正面温度最高区域集中在屏幕中间与屏幕左侧，在50摄氏度出头；背面温度最高区域集中在出风口上方与电池区域，在45摄氏度左右。在双烤测试下，核心温度会下降1摄氏度左右。整个烤机过程持续了28分钟，功率可以稳定28瓦持续输出，整体散热水平处于Win掌机第一梯队。游戏性能部分，我更新了最新的 AMD 驱动，在玩家中心中最高可以设置16G 的显存，我的天，64G 电存，我甚至想要分出一点当硬盘用啊！不用，我忘了它有4T 硬盘。厉害！我们先来看一下不同显存下的 TimeSpy 跑分情况。经过测试可以看出，16G 显存比4G 显存显卡分数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在赛博朋克2077高画质预设 720P 分辨率下，如果设置4G 显存，真生成时间会比16G 显存波动多一些、大一些，在实际游戏中的卡顿感会多一些。如果设置 1080P， 这个情况会更明显一些。下面我会使用16G 显存，选用不同游戏，使用不同功耗为大家展示游戏的帧数情况。本次我会着重测试一下每款游戏在高画质、高分辨率下的帧数情况，大家可以顺便关注下机器的周边功耗情况以及整机续航情况。
跑完了测试，我才发现 64G 内存与 4T 硬盘对于周边功耗的影响其实不大。在超低电量状态下，15瓦 TDP， 50%亮度，整机功耗在28瓦左右，控制的是相当不错。我之前在测试机器的时候，有一台64加 4T 的机器，周边功耗较高，我以为是受到大容量内存与硬盘的影响，其实影响并不大，这里更正一下。但屏幕亮度倒是对周边功耗影响比较大，开最高亮度会比50%亮度周边功耗高出1到2瓦。看完了以上测试，不知道有多少 Air 迷心动，又有多少非 Air 迷心动，又有多少人觉得这机器不行？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总之，这是一台炫酷的机器，拥有初号机配色，游戏感拉满，拥有重量相对合理、体积小巧的机身，拥有窄边框120赫兹刷新率屏幕，拥有48瓦时极限大小的电池，拥有丰富的接口，甚至还有一个 A 口。不过64加 4T 的豪华配置加上 EVA 的联名，价格肯定不会便宜。机器是高端机，就看价格香不香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支持一下。我是峰峰，我们下个视频再见。